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先。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先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3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2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先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被称为内3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3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2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
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也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也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也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也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1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阵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
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万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楚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万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梗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铲削、缝谷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
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千克。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8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这种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
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9月，俺答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俺答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10个蒙古人当中，只有2到3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6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循。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
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俺答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3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1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2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1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2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2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如今，每年正月15，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
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步永续的美好期。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把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
蒙古人于漠北之地生息，不事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100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宝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宝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2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万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按照作战预案，10万明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
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游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